大家好，我是顶牛。前两天更新了 7.39， 部分英雄的命石进行了重做或者更换，蝙蝠骑士的2个命石都重做了，并且右边命石纵火犯的新效果看上去非常强力，近期势必会迎来一波中单物理流蝙蝠的热潮。今天我们就一起好好研究研究当前版本的蝙蝠骑士，同时看看有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细节。介绍新的命石效果之前，有必要先简单科普下蝙蝠的先天技能闷烧树枝，效果是蝙蝠的普攻会给目标施加一个灼烧的 debuff， 技能介绍说持续2秒，实际上是3秒。不过第一帧和最后一帧都不跳伤害，所以这里莱恩只会吃到2段闷烧树枝。每跳伤害是当次普攻伤害的 20%， 伤害类型是物理，伤害性质是技能。闷烧树枝是可以作用于建筑的。刚开始的时候还可以给信使施加 debuff， 现在不行了。如果一直进行攻击，延续 debuff 的持续时间，并不是一直跳一样的伤害，可以看到有时会是2倍的。如果攻速再快一点，还会更高。相当于是每次普攻施加的闷烧树枝，表面上是同一个 debuff， 但实际上可以叠加。如果某一跳伤害包含了多次普攻的效果，就会跳多倍的。闷烧树枝可以被破坏，然后可以被幻象继承，幻象的普攻可以触发。这里有一个疑似 bug 的情况，就是幻象的闷烧树枝是2倍效果。这里不管是什么质量的蝙蝠幻象，触发的闷烧树枝都是当次普攻的 40%。敌人制造的蝙蝠幻象同样如此。然后跟幻象的数量也没有关系，默克 A 杖只有1个幻象，但同样是 40%。可能是由于此时场上有多个蝙蝠模型的缘故，导致系统计算伤害的时候出的问题。比如我们在试玩模式里新创建一个2号蝙蝠，它的闷烧树枝也会是2倍效果，然后原本的1号蝙蝠又是正常的。蝙蝠左边命石叫做火上浇油，效果是开启火焰飞行之后，蝙蝠会对自己持续造成魔法伤害，然后自身会获得不断放大的移速加成以及技能增强。当飞行结束的时候，达到最大的加成效果 40% 的额外移速以及 20% 的技能增强，具体的数值会实时显示在这个 buff 上面。不过 buff 不会粘滞，所以是刚达到最大效果 buff 就结束了，除非是用刷新，在 buff 结束前再开一次火焰飞行，此时 buff 会被刷新持续时间，然后已获得的移速和技能增强不会被重置，会继续增加直到最大值，并一直保持到 buff 结束。如果完全不考虑其他因素，就单看火上浇油命石对火焰飞行技能伤害的提升，其实并没有很多。不选这个命石，一次拉满的火焰飞行是1500的税前伤害。如果有火上浇油提供技能增强，总伤害也就比刚才多了100多。然后通过对比模型动画可以发现，命1蝙蝠开启火焰飞行的话，自己身上会有着火的特效。火焰飞行 buff 死亡也无法驱散，如果死了很快就买活，依然是开启火焰飞行的状态，能继续扑火。但火上浇油 buff 会在死亡的时候直接结束，这里活了之后就没有技能增强以及移速加成了。关于火焰飞行死亡也无法驱散，这里需要说明一下，买活之后虽然能继续扑火，但是可以看到新扑的火是没有伤害的，只有死之前就已经扑好的火可以继续烧人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个细节，就是火焰飞行完全不会作用于肉山，包括2技能烈焰破击也是。介绍右边命石之前，得先说一下 7.39 对粘性燃油的改动。现在每次叠油能叠2层，不过每层的效果跟之前比是减半的，伤害和减速的数值都是，包括25级右边增加叠油伤害的天赋也是减半的。左边烈焰破击能叠油的天赋也是对应的从2层改到了4层，所以单看这个技能的话，可以说效果基本没有任何变化。这么改应该主要是为了右边命石纵火犯而特意进行的调整。纵火犯的效果是粘性燃油技能可以升到5级，5级的数值跟4级是一模一样的。不一样的是，学了5级粘性燃油之后，蝙蝠的普攻也能叠油，每打一下叠1层，和改版之前的魔晶效果是类似的。之前魔晶是每2下叠1层，其实从数值上看也就等同于现在的每下1层，不过实际效果还是略有不同的。之前想靠普攻续 debuff 的话得打2下，现在只要在 debuff 结束之前打1下就行了。
现在还有一点比较好的是，粘性燃油施加的即时伤害，也就是战斗日志里显示的这条施加时伤害，并没有减半。这里不管是使用技能直接叠2层，还是通过普攻叠1层，都是20点的施加时伤害。每次普攻都有这20点，所以总体来说肯定是现在的2倍层数效果更好。然后这里有一个细节需要提一下，当粘性燃油完成施法的时候，可以看到即时伤害直接就能触发1次叠油，但比较奇怪的是，触发的是1层叠油的额外伤害，而粘性燃油明明是直接叠2层。这里再叠1次，可以看到这次触发的是3层的，也就是说粘性燃油技能的即时伤害会插在目标获得的2层底 buff 之间生效。普攻的1层叠油同样有类似的问题，这里打第1下的时候，战斗日志显示施加时伤害跟普攻都发生在目标获得粘性燃油底 buff 之后，但是却只有1段叠油的额外伤害，后面这些都是闷烧树枝触发的。再打1次，可以看到这次是施加时伤害触发了1层叠油，然后普攻触发的是2层，也就是说某一次普攻生效的时候，各个事件的结算顺序是即时伤害先于底 buff 更新层数，先于当次普攻。目前 DOTA buff 上关于命时的统计参考意义不大，因为还包含了很多改版之前的数据，不过至少从胜率上看情况不容乐观。DOTA 2 Pro Tracker 上的高端局可以只看更新之后的对局，虽然场次没有很多，不过可以看到所有玩家都会选择右边纵火犯命时，然后是选出来打中单的最多。稍后我们会分享一下这些玩家的出装数据。前面提到之前的魔镜效果已经被改到了命时里，然后蝙蝠现在的魔镜效果是一具20层的粘性燃油层数上限，所以理论上命25里流蝙蝠有可能打出非常爆炸的输出。然后纵火犯命时改版之前的效果现在被并到了魔镜里面，效果是粘性燃油底 buff 可以对建筑施加，并且造成 35% 的伤害，加上前面提到的先天技能也能打建筑，所以魔镜蝙蝠拆塔是把好手。之前的魔镜还有一个效果是大招不再缴械自己，这个现在没有了，所以蝙蝠拉人的时候没有办法进行普攻。7.38C 有一条关于大招燃烧枷锁的改动很值得说一下。7.38C 之前被蝙蝠拉的人如果同时吃到恐惧类的技能，燃烧枷锁会直接打断，很坑。然后现在不会了，队友德鲁伊或者 TB 这种范围恐惧不再会出现就此负伤的情况。除了恐惧，还有一些其他原本就能打断燃烧枷锁的效果现在也不行了，比如灵光和海象飞踢。目标如果发生闪烁传送类的位移，依然能打断燃烧枷锁，最经典的就是 VS 大招，还有船长标记。蝙蝠队友这边是 CK 的石像裂隙比较容易失误，还有马尔斯竞技场。然后蝙蝠自己只允许发生小幅度的闪烁传送，比如跳刀小跳一下不会断，但如果超过425码就断了。视频最后分享一下7000到8500分数段的路人局蝙蝠比较流行的出装路线，不过目前样本数量有限，所以仅供参考。前期斜平魔棒风铃之纹，加腿之后第一件一般都会做巫师之刃，不仅属性契合物理蝙蝠，后续的持续伤害还能触发叠油。后面做的比较多的是大推推和 BKB。魔晶一去叠油层数上限的效果看上去比较强力，但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玩家都不会出魔晶，至少没有很早就出，应该是因为20层的上限其实挺高的，在团战里想叠到20层以上并不是件容易的事，而且可以看到10几层的时候蝙蝠的输出其实就已经很可观了。再后面就是把巫师之刃升级成圣斧，然后也有玩家会做分身斧，不过一定要注意，幻象并不能通过普攻进行叠油，同时幻象的普攻也不能触发叠油底 buff 的额外伤害。不过幻象毕竟可以触发先天技能闷烧树枝，并且是2倍的效果，而且各种属性和功能也算契合。OK， 今天就聊这么多，老哥们关于 7.39 更新有任何问题或者发现都欢迎随时跟我说，也千万别忘了点赞加关注。感谢收看，我们下个英雄见。